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来了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。各位请看，我俩都是二婚，跟他重新组成家庭都是图他人好。我跟他是婚也结了，孩子也生了，但这日子却越过越不好了。我有时候脾气倔，可他呢，最近一年变化也挺大的，什么事都想让我听他的，一吵架就全是他对。我跟他没享过福，气受的也多。他妈对我特别好，要不是冲着他妈，我看他还得再离一次婚。他也这么大的人了，一点都不成熟。我觉得他改改他的自私，我也好好改改我的脾气。我俩结婚挺不容易的，日子还是想办法好好过下去。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王先生，38岁，来自河北销售；刘女士，39岁，来自河北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都是再婚，对吧？对，婚也结了，孩子也生了，是吧？对我们两个有个闺女。哦，多大呀？她之前有一个闺女。啊。我这次来都是感觉她婚前和婚后完全不一样了。哦。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啊，那你是想给她变回去啊，还是怎么着啊？我想给她变回去，变不回去就不过了。哦，行，你们俩结合之前有一个闺女是吧？你？对，我有一个闺女。多大呀？10岁了。跟着谁呀？跟着我呢。哦。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，我们两个结婚以后，他就不想再要孩子了。哦。但是我也快40岁的人了，结完婚以后，我肯定想要一个自个儿的孩子，因为我之前没有。哦。我想要一个自个儿孩子，他都说啥也不愿意要。我认为来说，他就是认为自个儿有一个了都行了，不想跟我再要孩子了。这不是还是要了吗？就是因为孩子要了以后，矛盾要更大了。哦。我这也是高龄产妇，怀孕初期的时候，他肯定也不管我，都自己一个人去医院产检。然后到后边月份大了，什么妊娠糖尿病啊，什么高血压，心脏也确实不好，医生都说跟前儿不能离开人，因为要危险。我不要孩子也是因为你看他现在他还跟我争，都到这儿了还争呢。再照顾一个。你看有了你都应该负起这责任来吧，他不还是不管。我琢磨着那都让我婆婆过来照看我吧。嗯。他都不行，他说那你让你爸过来照看你吧。那主持人我爸也在老家。因为啥？因为我妈我爸岁数都大了。我之所以不同意要孩子，就是因为我俩岁数也大了，没有精力再去照顾一个孩子了。那我也想要一个自个儿的孩子，然后就是有孩子以后，他非得让我妈来照顾，因为我爸身体也不好，也需要人照顾。他让我爸照顾了，所以我都不同意我妈来。我爸岁数也大了呀，而且我爸还在老家，在秦皇岛老家呢。我还有个弟弟，弟弟上边有2个孩子，他也得照顾。不是，那这些问题您当时想要孩子的时候，您考虑过吗？当时我都想，我这怀孕了，肯定都是婆婆照顾着呗。行，就是要了以后，我们2个都吵起来了以后吧，他都死活都不让我婆婆来，都非得让我爸来。那不是我妈不也来了吗？那是我婆婆知道因为这事儿我们2个吵架，主动来的，肯定都怕孩子吵架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又组合到一起的，谁也不愿意说我们这种情况再吵架了。是我婆婆这人，说实话确实特别好，哎，都过来照看我来了。照看我这一晃孩子出生了，照顾我一段时间，那我不能总在家待着。产假我也休完了，主持人，休完以后产假我是不是得回去上班是吧？我也得养家呀，我都出去上班去了。上班以后肯定我婆婆带孩子时间要长，她都认为我这孩子都是给我婆婆生的。主持人，我是觉得既然孩子生了有了，我说你做妈的你都抽了多的时间照顾孩子，别着急上班。她都不让我上班了，让我请假，要不都辞职。
那我这班我也上了10好几年了，什么保险啥关系我说让都在那儿，我你辞职，你也不能。没辞，你可以请个不能因为这长假呀。孩子我都多照顾一段时间上班了呀再去上班呀。他也知道缺人拉扯孩子吧，哎，这下了班以后吧，到家他也不帮着干啥事儿，到家都玩手机，我也什么帮不了什么忙，打麻将我。妈这不是在这伺候着你呢吗？也。主持人，我这生完孩子以后，我也没有奶，喝奶粉，这1个月挑费也确实特别大。那我都琢磨着把工资卡我要过来吧，不给我。主任，这工资卡我不是不给他，因为你在钱这方面他把持不住，所以我不放心给他。什么叫把持不住啊？那有啥可不放心的呀？你就拿去年那件事说，他的一个朋友找他投资，他商量都没给我商量，都给人凑了8、9万块钱给人送过去了，结果到现在呢，1分钱也看不着，人也联系不上了。那我也是，就被骗了我也是这意思吗找了呀，我也不愿意这样。当初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想。之前我们2个没孩子的时候，我这挣的钱吧也够花了，我都不爱跟他要钱。现在这家里边也添了一个人，也多了一张嘴，肯定挑费要大了。我都跟他要，他都不给我，死活不给，到现在也不给我。然后他这个吧，一气之下吧走了，回北京又接着上班去了。以前他在北京上班。跟我也不商量，我认为过日子工作我这是是挺重工要的事儿。作需要，工作调动没有办法。你是那么着说，你都是找借口。你最起码你跟我商量商量是吧？你跟我说你都不说，你都走了。我因为公司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去北京也是为了。那你可以跟我打声招呼吧。我去北京工作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更好，对不对啊？去北京毕竟比唐山挣得多点我的认为嘛。来说，你都是不想看见我们多清静去了。你知道家里边缺人呢，得照顾家。你这还走了，拍屁股都走了。1个月顶多在家4、5天，20多天不在家。我在北京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，北京也忙，没有办法，我也是1个月紧着时间回来。那叫孩子才4、5个月，那不是有我妈在那照顾着你了吗？你在唐山挣点钱也够花了，你都至于呗？孩子那么小，你都走了。主任，你说我去北京工作为了什么？我也不想啊，你不要给自己说的那么好听。我也想在家，可是我公司需要，并且我在北京的业务也熟，你也知道，我以前也在北京，对吧？那你知道家里边缺人，你知道现在家里边老的老小的，我去北京不就是因为照顾呗？不就是为了能多挣点钱吗？你就非得计较这个？你知道孩子小呗，那你不能等孩子大点人呀。这是个机会。立脚的时候你再走。公司这回调动我如果不去，可能没有机会了。你都是不想跟我过了，我认为都是不想跟我过了。主任有时候他就是较劲，胡搅蛮缠。这种两地分居有多久了？2个多月了。啊，那就等于孩子出生没多久，2个多月他就去了北京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行。他就多清静。听明白了。这个为了要一孩子，家里已经鸡飞狗跳了。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来这儿。我本身当初搞对象的时候，我都是冲着他脾气好啊，结果呢根本都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过上日子了。孩子这得过满月是吧？我们2口子都在唐山，就给唐山摆了一回满月酒。因为当时我们2个结婚的时候吧，都是把特别好的朋友叫到一起，都是小范围的喊到一起，都是说高兴高兴。这不孩子出生了，我都琢磨着回老家摆满月酒，然后在我们2个结婚，喊周边的亲戚朋友长辈们在一起坐坐。我跟他商量，他当时就是也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我不也同意你回老家了吗？可是后来呢，主任本身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在唐山，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再回家再折腾一次。毕竟我们工作都忙，也没时间。后来他说非要回去，后来我也同意了。我不是不同意回去啊。回去之后呢？啊，我这回老家。家里边酒柜里边有酒，那我都琢磨着拿一瓶好点酒回去给长辈们喝，他都不愿意，这都借着瘾那都又跟我吵，使劲跟我吵。你拿什么酒不行啊？非得拿我那瓶酒吗？那你至于的我拿你1瓶酒，都因为1瓶酒，他都不跟我回去了。是我爸一直珍藏的一瓶有20多年，将近30年的五粮液。我爸珍藏，后来给我了，我一直珍藏着。我寻思咱们回家办满月酒，没必要拿这个去充面子，可是他非得拿，那你至于因为1瓶酒，主持人就是因为1瓶酒。回去办个满月酒，有必要拿那酒吗？他说你要带这1瓶酒，就1瓶酒，你都带1瓶酒回去的话，那我都不跟你回去了。结果带了吗？带了，那我也特别生气。他回去了吗？他没回去。哎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？特别喜欢较劲啊，你们俩。行，我们接着往下听啊。他就是喜欢较劲，胡搅蛮缠就跟你较劲。这就回去办去了。孩子过满月，爹没去，这满月酒办的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啊，我回家，我肯定心里边特别难受，然后我只能撒谎跟家里边人说，
他爸有事儿啊，没来参加呀，说的。过满月回来了吧？他还因为这事儿不依不饶的跟我吵。我一共就2瓶，你一共就2瓶酒，你拿走1瓶都行了吧？结果他们2瓶全拿走了。啊！我和我爸一起珍藏了将近30多年的酒，全拿回去了。那您至于都走了吧？我都离家出走了2天。不是，那你知道这个酒对他来说的意义吗？当时他跟你说过吗？没跟我说，我就知道酒收藏时间长。你不知道那酒谁来我都舍不得账，谁来？那你为什么当初不跟他说呢？因为本身那时候都关系不太好，总是你们俩较什么劲呢？你想拿，你说不能拿，你把意义告诉他，他不就不拿了吗？就是一瓶酒的事儿。哎呦，真是。行，还有别的事儿你不舒服吗？还有就是主持人，我感觉我跟他过着憋屈的慌啊。跟他之前我也没有生过孩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妈咋当。跟他过日子以后，我直接进门都当妈。我真的是从心里边，我要想法把这个后妈当好了，拿闺女当自个儿的亲闺女看。而且主持人，我们俩也确实关系都特别好，他都认为来说我们俩关系不好。都拿一个小事来说，就是平时的时候，我们大闺女跟奶奶在一个屋子里边住，然后有一回我赶上都是孩子跟奶奶呛着，就是生气，然后都非得让他奶走，不让他来哪儿住了。我都觉着孩子这么着跟奶奶说话不对，我都说孩子着，孩子都哭了。哭了以后，他都让孩子不对，你可以给他讲道理啊。自从我离婚以后，我闺女我都没舍得让她哭过一次。肯定你说的特别狠了，她才哭的。咱俩结婚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闺女应该算挺懂话的吧，跟你也挺好的。我都让孩子不对，我都说他，都平时他都认为，我都说孩子都是不对，对也不对，不对也是不对，咋儿都是说孩子都是不行。孩子咋着都对，不行，我说你说他，你说他，你讲究个方式方法呀。所以你想干嘛呀？今天来，让他变成什么样？他以前就是脾气要好，脾气好。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走到一起的？1年多。当时你在意一嫁去之后我就要做妈妈吗？没在意。什么时候开始在意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他都认为。我都说孩子都是不对。您是没有考虑过说再要一个孩子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吗？就想的比较简单。我这么听下来，好像你的女儿也不是你带大的哈，主要是你妈妈在带，对吧？对，本身我第一个女儿都是我妈妈带，所以只是说在名义上面你是在带那个女儿，其实压根儿你跟她一样也没怎么带过孩子。所以为什么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所以现在话又问回来了吗？你现在去北京是为了多挣钱，还是也有逃开这个家庭的原因？就是为了多挣钱。我认为他都钱多挣了吗？多交了吗？没有。那钱去哪儿了呢？钱在卡上呢，怎么没有呢？家里的吃的花销我没有吗？钱呢？在我卡上呢。在你卡上，你不是给这家挣钱吗？这家里人没用到，你家里的吃的花销我不也都给我妈都给家里买了也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北京1个月挣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这不是夫妻吗？这不是一个家庭吗？我在唐山挣多少，你不知道吗？我问的是我在北京多一半，人家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他，我说我比在唐山多一半嘛。不是，你还想跟他过吗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想怎么过？好好过呀。怎么好好过？咱就把这话说到底嘛。有什么事还是跟以前似的商量着来呀。那你们怎么什么事儿都商量不了，连一瓶酒都商量不了呢？你说句实话，你想去他们老家办满月酒吗？想去啊，当时他说去，我也没有意见。你较什么劲啊？他跟我较劲，那属于好像家里面的所有事儿，你们俩都没有达成共识和一致。要不要孩子，没有共识。妻子想要，先生不想要。孩子谁来照顾？丈夫的想法是妻子照顾，妻子的想法是婆婆照顾。要不要过满月，也没有共识。一个家庭来了一个新生命了，这个时候丈夫说我要出去工作，就把妻子和新生命就撂在家里了，也没个共识，所以你们俩就这么较劲还过日子呢。接下来我们当然听老师们的分析，看看老师们如何来帮助这对再婚的夫妻做婚姻内的一些关系的调整。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士的意思是我的是我的，女士的意思是你的是我的。男士说我不给，女士说那我就抢。多少东西都是这样的，工资卡、酒、
甚至于孩子的教育权利。男士自从结婚以后，自从女士想要孩子开始的那一天起，您这儿就已经跟他分家了。我听起来咱们这二女儿啊，就是这女士自己一个人生的，跟您没什么关系。高龄产妇很危险的怀孕，产检您从来都不陪。孩子办满月酒也不去，就他和您母亲在照顾嘛，2个孩子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您这生完好嘞，我去北京工作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挣多少钱也不知道。所以完全对于这个孩子的降临，对于这位女士的到来，您本能的是排斥的，你不想跟她好好过日子，你也不想要这个二女儿，这就是你对他们娘俩的这种态度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没有看到责任和担当。再说到大女儿的教育问题，我告诉你啊，亲妈一骂，那孩子也哭。就咱先不说这个事儿，他应不应该这样去教育和批评？其实有的时候，继母和继子女的关系，本来可能人家2个人处的挺好的，就是生父生母啊，或者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瞎琢磨，给琢磨坏的。你们天生的认为这个孩子可怜，知道吗？管他，你就说，你看你为什么管他？不管他，你就得问了，你为什么不管他？所以其实很难的。你天生的判断他会对他不好。再来说这位女士，为什么你先生最开始好像还行，跟你结婚以后，孙悟空似的就变了？因为对于他来说，你是一个掠夺者，你强硬的跟他生了孩子，他并不愿意，你强硬的抢走了他心爱的酒，没有理由。你强硬地介入了对他女儿的教育，所以你在掠夺他生活本来的平静。当然也许你说啊，我们2个结婚了在一起，我就是要参与，但是他是拒绝的。所以这个度是您应该把握的。如果想要好，不是你的是你的，你的是我的，是这一切是我们的，你们要从心底里认定这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家。如果没有办法认定，我觉得倒不如分开，对你们双方，对孩子都好。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男生，我问你啊，上一段婚姻为什么离婚？就是感情不和。这是太官方的解释了，为什么？我不想多提以前，因为我这次来是解决我俩的，因为那已经过去式了。好，你恰恰说的这话，其实就是你们俩为什么出现问题的原因。资料里我看到，你当时之所以和上一任分开，也有异地的很大的因素。有这当时你也是在北京，他们也是在唐山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女士，你为什么离婚呢？上一次？因为我前任脾气特别不好，我们2个总吵。他脾气怎么样？他脾气，我们2个搞对象的时候，他的不说那会儿，现在不好。是啊，貌似你们2个人上一次离婚都白离了，你们根本没从上一次失败婚姻当中吸取点什么经验教训。你明明知道男士不想要第2个孩子，对不对？要。你明明知道他不太愿意去摆那个婚宴，还要在2个地方去摆，你去了。他明明不想把那一瓶五粮液对他有特殊意义的拿去，你不仅拿了，还拿了2瓶。种种所为，你这不就激他跑了吗？你这不就激他去把脾气给变差吗？我想可能和上一段那个婚姻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就是你太过于的任性，明白吗？而男士，你这是奔着重蹈覆辙走啊，因为这条路你很熟啊。你到北京去发展了，把他们娘仨留在了这儿，你抛弃了所有你应该最爱的女人，你要自己去快活，因为你最大问题就是逃避责任。
逃避问题，不去解决，自己走了，而且工资多少都不跟他们说，你就是奔着离婚去呢。你不要对上一段婚姻不想去谈，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到上一次婚姻你的错误，才导致了这次同样出现。吸取这个教训，才能得到幸福。同样，不要太任性了，好吗？各自改正自己的问题，你们2个人应该会有幸福。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徐总。你们2个，说实话啊，没有一桩一件我们再婚家庭应该注意、努力避免出差错的地方，你们没出差错，真行。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？送你们俩1人4个字：先生，太有私心；女士，太过无心。你说你走入第2段婚姻，你处处设防，处处保留，处处留有私心，你结着婚干嘛呀？财务不透明，感情有保留，甚至对待子女的态度上，先生，你一点真心都没有。固然你是说跟你的女儿发生了不愉快，但是至少她在努力，至少她愿意跟这个孩子相处。你呢？你根本就没有把她当成身边人，没有把她当成你的至亲。你这么保有私心，干嘛结这个婚啊？甚至生了小女儿都不去办满月，我听着特别生气。即便当初这不在你的规划之内，孩子有了是不是你的骨肉？因为一瓶破酒，满月都不去啊，你忍心吗？责任也不愿意负，打着什么赚钱的旗号跑到外地躲避家庭生活，这算什么丈夫？算什么父亲？我真的听着心很凉啊。女士，你也真行，想生孩子不规划，生了孩子不去教养，那你生他干嘛呢？你刚才还毫无愧疚地说，我就想让婆婆看呀，那婆婆是欠你的吗？自己生的自己为什么不想好我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经济上去抚养她，情感上去爱护她，生活中去陪伴她？没想好生孩子就是不负责任。但是你们2个真的啊，没资格说我们不过了。你们弄成这么复杂的关系，这摊儿要不了了，你扛也得扛，不扛也得扛。怎么办呢？先生，请你贴心一点，对他不要再保留了，他就是你现在妻子，就是你2个女儿的妈，财务上绝对要透明，这是再婚家庭必须处理好的问题。都有过往的历史，你在财务不透明，谁都防着谁，日子怎么过？对待孩子上，他对你的大女儿稍微有一些严厉，严厉就严厉呀，那说明他有心去照顾她。你准备他们2个客客气气的，你就舒服了。你贴点心，这日子也许还能过得下去。女士，请你有点心，咱把生活理一理，规划一下。我这孩子现在5、6个月，我怎么带他？我未来是兼职还是全职？你要规划呀。包括对待他也一样，你一味的说你就把工资卡给我，人家凭什么一定给你呢？你没有心去经营这个家，他也没有办法对你完全敞开心扉。所以拜托你，咱既然进入了这样一段复杂的再婚关系，本来没心都得有心，本来有心还得更多点心，能听明白吗？所以接下来真的看你们的了，未来的路还任重道远，请你们担好身上的担子，完成好你们应该完成的责任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对于男生来说，你或者因为现实的原因，你不想要孩子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孩子已然生下来了，只要他一旦降临了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喜欢起来，那是你的骨血。但从整场听下来，一点都听不到你对这个2女儿的喜爱，所以你配为人父吗？你大女儿你也没怎么管。女生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脾气挺好，人挺好的，是她一个人离了婚之后跟没离是一样的，结了跟没结是一样的，孩子由老妈来带，她一生轻松，她脾气当然好了。但是一旦接触到苦难，接触到责任，你看她脾气好吗？不好。对呀，所以你跟她谈了1年，
你要看一个男人是否有责任感，是否从上一段婚姻当中汲取了经验。你要努力去观察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女儿，怎么对待自己的母亲。你只要一看，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男人是不是负责任。他把他女儿全部都扔给自己妈，你说这样的男人会想要跟你生孩子吗？会愿意照顾好你和孩子吗？你居然还想得出来，既然老太太带了大女儿，那带二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带2个也是带一个也是带，你居然会有这种想法，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你脑子里，那孩子你能带得了？他又不愿意带，结果又累了老太太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你们俩？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俩的问题我们解答不了，是是非非这些东西已经在这儿说了，只唯愿你们俩不论结果如何，对孩子好一点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世间没有后悔药，什么都不提了，木已成舟了。建议吧，别任性，别太自我，夫妻双方都应该做一些改变。第一改变应该是你，别那么任性。如果说过去有任性的资本，现在你没有任性的资本了，因为你有了一个4个多月的自己的骨血，还有一个11岁的一个在婚姻关系里的一个继子女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对你不错的婆婆，所以你不能再任性了。你的任性激发了他逃避的一个借口和理由，为了你那俩闺女儿，为了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出手帮你的那个老人，你都不能再任性了，好吧？可能老师们没这么分析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那么多，对吧？对。想一想应该怎么做。人生嘛就是这样，经历嘛，然后你去成长嘛。其实特想问你，就是你看你小闺女的时候有感觉吗？有啊，真有感觉，真有感觉。那你怎么舍得走？就是工作需要。如果你一定认为是个工作需要的话，现在请你做一个人生抉择，家庭还是事业，那就选吧。所以，他变不回来，你也变不回去了，木已成舟了。今天咱们就当来补船，能不能补好，补好以后还能不能出海，就看你们了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以前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改我的脾气，以后我多抽时间照顾家和孩子，咱们俩走到一起也不容易。大闺女已经是这样了，我不希望二闺女再走大闺女的路，我以后会好好的。你现在说啥我都心里边都不是特别相信了。我以前不是说到做到吗？我肯定是可以的。经过老师这么说，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希望你考虑考虑，好吧？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一对再婚夫妻因为一个女儿的到来，把所有的情感和对于生活的期望都测出了一个真实的图景。能不能好，愿不愿意去做一些改变，我想这个主动权是在他们的手里的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，来看看这对再婚夫妻的选择。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
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送给你们，好好生活吧，好吗？坦诚相待，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。了解下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吧，各位请看。你的性格太好强了，事事都要争第一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得用践踏我尊严的方式来证明自己？我虽然说话做事有点直，但也正是因为在你面前才会这样。我不是要践踏你，而是想锻炼你。我喜欢那种让人有保护欲的女生，而不是一个处处压在我头上的女汉子。既然你什么事都不需要我，那么我也没必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我已经尽力在往你想要的方向改变。到底怎样你才会重新爱上我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刘先生，23岁，来自河北，自媒体工作者。宋女士，23岁，来自湖北，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咋认识的？我们俩是就是说在网上打游戏，当时是一个战队，然后打完游戏每天都会进行连麦啊，聊聊天儿。然后当时大一开学的时候吧，然后我们就见面了，我感觉他就是说对我一见钟情了。是一见钟情吗？算是。算是啊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感觉这个女孩吧，性格也不错，挺耿直的。最后我们就是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越来越相处过程中，我发现她的性格耿直以外，还特别女汉子，我就很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。你们俩现在谈了多久？我们大概谈了1年多。这哥们儿游戏打怎么样？不是一般的菜。你这一点都不留面儿哈，这太耿直了啊！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打游戏吧，就是说男生多照顾女生一些，然后他在我后边我保护他吧。那他不一样啊，他老是跟我抢装备，而且我每次死了他就骂我你真菜。哎，我想说的是咱俩是怎么认识的？咱俩是不是打游戏认识的？是啊，打游戏认识的。那咱俩我带你一块打游戏的时候，你没这么说呀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说你菜怎么着？这什么意思呀你？不是，你当时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表现很强，那不咱们不还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这不往后咱就不能换一种方式打吗？可以啊，但是问题是你确实挺菜的呀，我每次救都救不回你，而且还被队友骂。就是你这游戏这事儿非跟我过不去，就非骂我菜，你不能鼓励鼓励我？抱歉，我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。你们俩谈恋爱谈了1年是吧？对。可是刚才又说这个上了大学才在一起的，大学不得4年吗？对，那你们俩中间分过1次手。还分过手啊？对，现在是又复合了之后又那个什么。你们曾经分过手啊？就是之前说什么性格不合，然后现在又落这一出。那为什么又复合了呢？那会儿是因为他那会儿失恋了，有一女的甩了他。你们俩这个，我梳理一下啊，你们俩是在打游戏的时候一个战队，对吧？对。在一起读的大学是吗？我跟他不是在一个学校。在一个城市读书。对对对。然后就网恋奔现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奔现之后谈了一段时间就分手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性格不合。对。然后你又谈恋爱了。那是。你谈了吗？那会儿有一男的追我，我本来想答应了，后来他过来找我来着，我又念他的好，然后就跟他在一块儿。所以实际他们俩这个恋爱是分2段的，第一段叫刚读大学，对吧？
然后谈了多久？谈了大概1年吧。大一谈了1年，然后分手了是吧？对。这和好是在什么时候和的呀？大概过了3年。那就是毕业前又和好了。对对对。哎呀，真坎坷呀！然后你还谈了一段恋爱是吧？我谈了好几段。我就说吧他。啊，行了，明白。就反正你没闲着是吧？就是谈恋爱嘛，正常。怎么着？这个那些女的还不如他呢？是，就是说我当时谈了有1、2，这就别数了，容易引起矛盾。你就说是不是那些女孩子还不如这个耿直的女朋友？是因为我当时就是说头大学毕业的时候啊，被当时女朋友给甩了啊。甩完之后吧，我那段时间挺伤心啊。然后我伤心啊，发一些说书啊这种啊。然后你一同情她，你就跟她又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行，好了以后在一起又不合适了。现在就是又回到以前那个状态。哎，他怎么女汉子法？就是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一个这个跆拳道社团啊，然后他就当时就拉我去了。我寻思去就去呗，就是多学一个技能，跆拳道也挺好的，还能保护他。但是说当时吧，2个人练一个动作，就是说擒拿锁喉，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。您多高了？您多大了您？啊，你那么大力气，你看我这么一矮个儿，人相信吗？这些人是他让你的是吧？还是真打倒的？其实我也没有说使太大劲儿什么的，我就掐了他一个点儿怎么着的，然后他就倒下了。你那没多大劲儿，你都没把我锁死。是锁喉是吗？是锁喉，然后摁到那儿。当时吧，底下有好多学员啊，就是说都很嘲笑我的意思。我当时特别没有面子，我给他使眼色，我就这样眨巴眼睛。啥意思？放了我是吧？对，他死活不放我。最后说我就是拍地求饶了，他放我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很好嘛，很有运动精神啊，公平竞技，对吧？对呀。受不了是吧？受不了，太汉子了，太爷们儿了啊！打游戏就弱是吧？然后生活里也有点弱是吧？对，包括这就是刚才那个跆拳道那事儿，他都是那样。啊，不是我怎么弱了？就是说我们俩发生很多小事儿啊，比如说男女朋友一起看电影。看电影，我觉得男女朋友看爱情片很正常是吧？挺浪漫的。对，他就老喜欢看那个打打杀杀的，要不就看那个怪兽叫啥来着？我觉得那种大电影特别好看呀。啊，你可以喜欢看那怪兽，你跟我就看看爱情的就不行。你看，你非得让我去跟你一块看爱情的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看那爱情片我就想睡觉，真的演来演去就没意思。不说这个看电影，就是说别的女朋友吧，就是撒娇，就是说撒娇很正常是吧？女生都会撒娇，说这么轻轻的拍一下男朋友啊，他倒是他就是咣一拳。他上次把我打青了。说的那样啊，真的是越描越黑了。你把我不是怎么越描越黑？我上次把我这儿打青了，1个礼拜没有下去啊。当这么多人面你还这么说我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我觉得这个女朋友在这个男生心中啊，都是说公主的形象，她在我这儿就像一个主公。他这么说你也挺不给你留面子的。我无话可说啊。就说到这个无话可说这个词儿是吧？这都有联想的哈。有联系。我这张嘴，来。因为我大学专业学的是这个说媒体专业，老师有一次布置这个作业，让我写一个文案，我当时就特别认真的写了。写完之后，我寻思找他看吧，我就想得到一些鼓励吧。他看都没看完，他说你写的什么破玩意儿，让我转专业。挺耿直啊。这个话我确实说过啊。你们俩我觉得有点那个倒错了啊，就是你挺男孩的性格，他挺女孩性格的是吧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是啊。行，除了这还有什么呀？让你不舒服的说出来吧。那我说了啊，主持人啊，说吧。就是哎呦，真默契。我之前有一次买了一个这个鞋架。哎，你说那鞋架，我现在又想起来了。说，你们俩谁说都行。鞋架怎么了？哎呦，就是他那次买的一鞋架，在那儿放了1个星期，一直上班没有去装它。我那天我下班下得早，就去他家去了。我就给他装起来了。但是他回来之后把我骂了一顿。为啥呀？我觉得这我买一个鞋架，你干嘛给我组装上啊？
我觉得你这人说话有毛病，真是。不是，我觉得我和你谈恋爱你给我个理由，你为什么骂我？你不觉得我和你谈恋爱很累吗？就这么小的事儿你都给我干了，你是我女朋友还是我哥们儿啊？我是你兄弟，行不行？行，兄弟。他要给你做饭，做饭也是小事儿是吧？嗯，做饭是女朋友该做的，是这意思吗？是女朋友该做的。洗衣服，比如说收拾家，对，是吧？织个围脖什么的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这个女人如果装这个鞋架的话，你觉得特别男人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主要是这是一点，还有说，她就是说装鞋架吧，装完她还老是跟我炫耀，就是说你看我装这个鞋架多么好，并不是真的说要我给你炫耀什么的，没有那个意思。但是我问一句，是不是她确实这个装鞋架要她装也装不起来？我肯定能装起来，多简单呀！他不是说没时间吗？我给他装，他能装得起来，我相信他。哎呀，你这话里有话的。这次来是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之前那么对我好了。每次说你不知道，你拿不知道来当各种理由借口。不是，咱们交往这么长时间，你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。我觉得这个下雨天倒不需要我，我觉得你可以回来。你老是觉得你觉得，事实是这个样子吗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怎么可能会不需要你？对对对，姑娘，我问问啊，这是大一分手的理由，小伙子也委屈，说你就这样，你不需要。女生说我还是需要你的。那你这次跟他复合以后，有没有吸取大一时候的教训啊？你主动说我需要你啊，怎么着？你让他有点男人的所谓的成就感和虚荣感，你给他了吗？还哭了，你看，看来大一那次分手还挺较着劲的。复合之后有过说我主动的跟有哈有，我给他机会了。干嘛呀？我那次骑那个自行车，摔了一跤，那膝盖磕那石头上了，当时哗哗流血。因为以前吧，他老说我什么事儿也不跟他说，那我打电话，我尝试改变一下我自己，我告诉你行不行？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了，结果你跟我说你是在开会，你说啊，要不你先去吧，我这会儿忙，抽不开身。我当时确实在开会啊。你发现没有，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身边。是你就这一次需要我了，以前什么事不是你？以前我是女汉子，现在我肯为你做出改变，你不知道吗你？你现在做出改变了，你以前那么长时间你是什么样的？你不觉得你给我心里已经，真是很伤我心吗？不是，你们俩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是来找问题还是来分手的？你今天来干嘛呀，小子？他叫我来的。你就来了？
嘿，你知道他在干嘛？是这样的啊。因为我跟他之前因为分过一次手，现在的话我就觉得两人来来回回的这样确实不太容易。我希望就是有一个机会能够转折一下。哦，就是还想跟这小子继续交往呗。其实我觉得他人还是可以的。就是女生现在觉得这段情感还是有危机的，来这儿是这个目的，理解的对吗？啊，喜欢他吗？喜欢，真喜欢。能接受自己的女人不是小鸟依人，是要你人依小鸟的吗？不是，不喜欢啊。我可以以后带你游戏里，带你一起上分，带你一起飞，行不行？带你吃鸡，带你躺赢。行，事儿是听明白了，你们听老师怎么给你们分析啊？来，各位老师，把难题交给你们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俩这段让我想起来，有一年春晚有一个小品，用来形容不同类型的女生。其中一类呢，讲的就是男朋友陪我吃饭，他喂我都害羞了；另外一类呢是说男朋友陪我吃饭，还没喂呢我就吃完了。前一类应该就是男生喜欢的这种，后一类应该就是你现在女朋友的这种，对吧？男生，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分手？是。对。实话实说啊，你其实就是想分手。我觉得想分手没问题，大大方方说出来。我知道你心里可能有愧疚，因为第一次分手就是你提的，后来又去找人家，现在又来提分手。不要有愧疚，感情有一说一。其实我比较理解你的一点是，打游戏也打不过他，是吧？打架也打不过他，是吧？特别的有挫败感。这就是我们讲到的，在恋爱当中，女人要的是被宠爱，男人要的是被需要。女人要的是安全感，男人要的是成就感。但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完全都体会不到，真的就是不适合。女生，你到现在都没有明白，你刚才激动地说，以后打游戏我带你飞，我带你吃鸡，我带你躺赢。他不要这个，他要他带你飞，他带你吃鸡，他带你躺赢，或者他带你输都没关系，但是他要的是他带你。你没有错，你非常好，你独立自信，这没有不好，只是你不喜欢而已。但是没关系，总有喜欢这样性格的男生。不要有那种执念，当年你们在一起怎么样，后来你又跟他在一起，现在我们好不容易，不要有这样的执念。就好比说，他喜欢那个他一喂人家吃饭人家就害羞的女生，但你就是那个还没等他喂你就吃完了这样的性格。你说我现在改，没关系，你喂我啊，你喂我啊，我来害羞。他下不去勺子，因为他对你已经有这种固执的印象了，这也是最真实的你，不要去改变。很多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可能爱情就是小小的错误，那就让它过去吧，各自去寻找好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幸福的人。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女孩，哭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这一哭啊，心里特别酸，真的。哎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？你看她哭，我有没有纸巾呀？纸巾有没有纸巾啊？我这儿有，我送还是你送？不用，我自己擦擦就行。我本来就是女汉子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跟人分手了就别那个了，是吧？回去。送完纸巾，你已经做到你应该做的了。我继续跟女孩聊聊天哈，不要哭。哎，你哭什么呢？你是哭付出，白浪。我是觉得就是，我们从大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复合，就是中间经历这么多事儿哈，我觉得就是说真正说想要放一下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好，
太难是因为你重感情，太难是因为你的确付出了这么多。分开的3年，你其实一直是在，我都一直想着他，是，可他可没闲着呀。其实，我告诉你哈，你非常好，只不过他是不太懂得你的不同，他不懂得你，不懂得你的好。虽然你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像一个假小子一样，但是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他不够男人。你也会温柔啊，你在他失恋的时候，你去安慰他，那不是温柔吗？在我理解，你帮他去默默地把那个鞋架子安好，那也是一种温柔。可是他不懂，你干嘛跟一个不懂的人去纠缠？你非常好，但是你有做得不够的地儿。您说，第一，你的确没有给他某些时候的尊重，这是男人任何一个男人都需要的尊重，你没有给他。你觉得自己我的性格就是耿直，我就是很直接，所以我能不顾及你的感受吗？不可以，明白吗？比如说他打游戏菜啊，在那个公众场合他已经向你暗示了，但是你没有去理解他当时的感受，这个在以后跟别的男人相处的时候你要注意。第二，或多或少在他那次失恋的时候，你有点趁虚而入。你们再次的复合，其实还是有瑕疵的，你不能怪他说哦没有想好要跟你在一起的，是你在他那状态里头不应该去拉着他开始了，千万不要趁虚而入，好吗？男生啊，你不够坚定，你既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就照这个方向去找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能被人家某一次的这种感情，你变得感激而去同意开始。这是害人害己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大胆地说，坦诚地说，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，我们可以作为哥们儿、兄弟，但是我们不适合作为情侣。对她越早说，伤害越小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男生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说我想找一个小鸟依人的、很女人的女朋友，对吗？你看我高高大大的大男人，但是我从头到尾听起来，我都觉得你不像个大男人啊！一个大男人，如果女朋友跟他开玩笑，说你打得很菜，他会很宽容啊，菜就菜呗，我就打游戏不行，那我别的行啊，我努力工作呀。女朋友打打闹闹把你摔倒在地，你哈哈一笑，你看我女朋友多棒，我打不过她。大男人应该是很宽容、很包容的呀。大男人应该是说，好，女朋友说看怪兽片子，看，走。看埃及片行，来，你看你这也不舒服，那也不满意，你怎么找小鸟依人的女朋友啊？她能有安全感吗？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当我们自己不是那样状态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找到你幻想中的女朋友的样子？所以无论今天是分手也好，是还能在一起也罢，找准自己的定位，你是什么人，咱就找什么菜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不是不懂他，你真的是不了解自己。女生，我想说的是，哎，你不要谢我，我觉得你的问题更大。你今天在场上2次掉眼泪，第一次是突然情绪失控，说我们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下雨天他不接我。第2次是现在你一直在流泪，因为他说出了我不想和你好。你看你的感情多么细腻，多么丰富，其实你心里多么渴望被一个男人关爱。能有人在雨天给我撑把伞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为什么把自己包装成我很强大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？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内心不够自信？是因为内心多少有些自卑吗？其实无论我们的外形怎样，我性格是耿直也好，我的性格是温婉也罢，都不妨碍我们是一个女性就有女性的柔情，也不妨碍我们坚强独立。这是一个混合体，你就是你，你有柔情的时候，有爽直的时候，这就是自己。所以我觉得他还真的不适合你，你真的需要找一个懂你的男生，他理解你内心的情感的丰富，渴望被关注、被照顾的需求，也赞赏你很多事情上的独立和能干，这样你们就都幸福了。
彼此看不懂对方，也不了解自己，所以就错误地走到了一起。总会找到适合你们的。男生可能慢慢长大，还指不定真的以后你强大就找了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。女生释放自我，你的温柔，你的独立，完完全全的绽放，总有一个人懂你爱你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谢谢。有人懂你是幸福，但是没有人懂你也未必就是痛苦啊！你有什么好哭的呢？问一下男生，你今天分了手之后，能保证下次不找他吗？能。啊，那能保证到就好。我不认为你不懂他，我不认为你不知道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我不认为你不懂他是一个外表虽然强悍，其实内心是真想对你好的人，你是知道的，但就是不喜欢了。我想告诉女生的是，所有半途而废的，弯弯绕绕后来又回来找你的，其实都是在权衡利弊。就溜达了一圈回来之后，相比较之下再来找你的，其实他看重的已经不是爱情。他第1年把你甩了，后来3年在外面逛了一圈，后来又被一个女生给甩了，然后你又在梧桐树下痴痴的等待。那他的情感无处安放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安慰，他不就找你了？人是这样，但是谈了几段失败的恋爱之后，他发现算了，我找个靠谱的，我就找一个关心我、爱我的人，然后于是他就找你，然后你又那么义无反顾的接着，但是当他来了之后，他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。虽然我很感动于你3年的等待，很感动于你3年之后依然愿意接受我，但出了之后还是不喜欢，所以我才会问他，下次你能不能做到不再找他？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别人的心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真正的喜欢就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，在第一段恋情的时候，他要是喜欢你骨子里的这些东西，那就是喜欢。思来想去之后再来找你的，这一定不是爱情，而是衡量的结果。你说呢？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改变自己，你不用比较，你不用改，你就是你自己。你要改变自己，就会变成不喜欢你的更不喜欢你，喜欢你的也不喜欢你，你做自己就好了，不要再找别人了啊！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生活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静一静，女生静下来就好了，没有什么对错哈，坦诚就行了。你们最后享受一下曾经美好的时光吧。这段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很简单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跟我和好。我觉得我第2次找你复合的话，听老师们刚才说的，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对，我感觉我有些自私。你后来咱们和好，你说你改了，就是说你要变得温柔一些，但是今天在舞台上，你还是如此的嘴里咄咄逼人。我希望你以后能找一个欣赏你性格的人吧。我刚刚听了那些话呢，觉得我现在脑子里特别空白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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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关门。最后的结局，当然我希望男生能够坦诚一些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生是不是最后还能再执拗地表达一次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祝天下有情人都幸福吧，我也不说终成眷属，都幸福就好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
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他相差4岁，他比我小，我很爱他，他也很爱我，但是相处起来却磕磕绊绊，总闹分手。他是个很喜欢闹关怀的男孩子，为了给他要的爱，我感觉付出了太多的努力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我不怎么爱他。为了很小的事情呢，我们都能吵几个小时，而且每次吵架都口不择言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都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们相爱的只是彼此身上的某一点，但是真的不合适。因为我们说般般的爱情呢是互相理解、互相温暖的，拧巴的爱情看似爱的激烈，其实是在消耗彼此。我们的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好了，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